说就在几年以前啊，一位内地的大妈闹出过这样一出闹剧。这大妈呀，从内地前往澳洲，这个飞机落地以后，在安检的过程中遭到了澳大利亚海关的严查。这工作人员啊，不仅在他的行李当中搜出了木耳、香烟等等需要申报的物品，还在一个小盒子里边发现了一把剪刀、铜钱以及数枚已经风干的骨头。负责检查的人啊感到很诧异，于是呢就急忙询问说这些骨头的来源和用途。这大妈呢也不会英语，只能是通过边上的一个翻译进行解释。她说这些啊都是猪骨头，是给小孩惊吓做法事用的。这大妈一边解释的一边拿出道士证，又穿上道袍，穿好以后呢安抚海关说你们不用担心，我是道教的。搞笑的是呢，这个现场的翻译可能不知道这个道教应该怎么表达，直接给翻译成了巫毒教。那些骨头呢就是用于在道场做法事的道具。可是在外国人的语境当中啊，这个巫毒教是个神秘且恐怖的存在。这诧异的海关啊，于是就更加诧异，略带不安的去询问说自己会不会因为触碰了这些东西啊而发生一些什么不幸运的事情。这个大妈听了以后呢，连忙摆手表示说没有，不会。在得到不会被诅咒的这个答复以后，这位美女海关终于放下了心。这个大妈呀其实很幸运，最终呢只是被书面警告。这个视频呢最近又被人们发了出来，很多群众围观调侃说那个翻译过于顽皮，怎么能把这个道教给翻译成巫毒教呢？不少海外的 ID 也留言调侃说神秘的东方力量保护全世界海外游子。事实上信仰这个东西啊，在一定程度上除了反映人的内心以外，也有利用人对未知的恐惧而引发的自我想象。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一样，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但是想要定义什么是亏心事，这个很难，1000个人有1000种看法，比哈姆雷特还要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会流传下来那么多怪力乱神的民间故事，甚至连达官显贵、亲王贵胄也都很难逃出被迷信利用的怪圈。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由迷信引发的一起全民参与的奇案——叫魂案。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场没来由的妖术活动迅速的席卷大江南北，从民众到官员再到乾隆皇帝，可以说造成了一片恐慌。那么他们到底都在怕什么呢？话说在清朝乾隆33年，也就是公元1768年，这年的春天，坐落在杭州160多里以外的德清县，一个名叫吴东明的石匠正在领着一伙工人修桥。和他同乡的一个叫沈世良的农夫这时候找来要请吴东明帮忙。帮什么忙呢？这个现年43岁的沈农夫把自己2个侄子的名字写在纸上，想请这个吴东明把这张纸贴在修桥的木桩上。石匠们抡起大锤击打这木桩，就会把2个侄子的魂儿叫走。这俩侄子呢，整天是不干人事，刨绝户坟，敲寡妇门，骗光了自己叔叔的钱，还经常殴打虐待自己的亲生奶奶。由此这俩小畜生的这叔叔沈农夫就想到了借助叫魂除掉2个祸害。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修桥的那石匠吴东明，他有这门手艺，会叫魂。沈农夫呢便找上了他。可是吴东明呢根本不懂什么叫魂和巫术，听见沈农夫说的这么邪乎，还要弄死2个侄儿，非常害怕，非但没有帮助这沈农夫做法，还将他扭送进了官府。府衙的知县姓阮，水浒里面有阮氏3雄，就是这个阮。阮知县呢听了吴沈2人的事情原委以后，没有过多追究，打了沈农夫25下板子，也就把他放回去了。万没想到没过多久，这个事儿又有了转折。德清县一个叫季兆美的罪犯，在被审讯的过程中屈打成招，指认石匠吴东明曾经教他叫魂害人，把吴石匠给举报了，
这位季兆美呢，是个闲散人员，和叔叔吵了架，从德清跑到杭州去沿街乞讨。因为有外地的口音，被杭州本地的人们误认为是来叫魂的，扭送到了钱塘县衙，一顿大刑伺候。季兆美呢扛不住打，只能承认自己就是来叫魂的，并且说他这身上本来有50张符纸，48张都让他扔进了西湖，剩下的2张则用来咒死了2个孩子。这下这事情可就严重了。钱塘的知县姓赵，顺着季兆美供认的罪状继续深挖，说你到底受了何人指使才干了这叫魂的勾当，给我从实招来。季兆美呢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胡编，不编也不行啊，那大刑在那等着他呢。于是他就把德清县沈农夫的那个案子讲了一遍，是这么回事。说那个叫吴瑞明的石匠给他的符咒，事实上这吴石匠的本名呢叫吴东明，季兆美根本就不认识他，只是听说过这个传闻，就生编硬套编了这套说辞。这下可就苦了吴石匠，又被传唤到钱塘来协助调查。这季兆美本来就不认识吴东明，自然也就没能从这一干人等当中把他指认出来。与此同时呢，跟着吴东明修桥的这伙人里边有一个姓郭的石匠，也突然因为叫魂惹来官司。说是一个叫穆方舟的采药人诱骗郭石匠，将一个纸包植入乔装以后打入河里，事成后呢再诬陷郭石匠叫魂，把他送进官府。好在这郭石匠呢当场戳破了穆方舟的诡计，才为自己写脱了这个嫌疑。这么几件事凑到一起以后，就搞得这个杭州附近是人心惶惶，连巡抚熊学鹏都亲自下令让钱塘、德清2县合力彻查这叫魂案。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知县们只好对季兆美又展开了一轮记忆恢复术。季兆美呢这才吐露实情，我本是男儿身，并不是女娇娘。就此呢，这起由德清修桥工程引发的叫魂案终于尘埃落定。始作俑方这个穆方舟、沈农夫以及倒霉的季兆美全部获罪，被拉到杭州城门口待加示众。然而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了，紧接着呢又有类似的案件频繁发生。什么有人写了符纸，有人割了别人便烧，就把魂魄勾走了。这期间呢有4个游方的和尚因为问了一个小孩的名字就被误认为要进行叫魂，又因为这穷和尚没有钱打点捕头，就被逮捕归案，屈打成招。这种类似的案件接连发生，民间的百姓对于叫魂深信不疑，这种恐惧就像瘟疫一样从杭州地区蔓延开来，而后一路北上。我们现在来看叫魂案实际上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1990年，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利出版的一本专著，就是《叫魂197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我们这期节目中的故事也主要是围绕它来进行的。孔飞利认为造成叫魂案件频发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以来对妖术和灵魂的信奉与崇拜，导致中国人相信人的魂魄可以与躯体分离，这种观念呢为叫魂案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至于第2个原因孔飞利教授认为比第1个诱因更为严重，那就是乾隆盛世背后存在的隐忧。康雍乾是清朝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么康熙呢解决了清王朝大部分的外部隐患，雍正帝呢在一条鞭法和永不加赋，后来呢又加入了摊丁入亩，使得这个清朝的财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再加上国际贸易将玉米、花生、红薯等等美洲农作物引入中国，扩大了中国的耕地范围、农业范围。那么这些种种原因促使了中国人口迎来了它的成长高峰期。与满清刚入关时候相比乾隆年间中国的人口数量几乎翻了一番。清政府呢又审时度势，放宽户籍管控，老百姓可以自由迁徙，商业流通和地区交流自然也就得到了增速。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叫魂案可以迅速从江南蔓延开来。而伴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又进一步促进了商业贸易，大量的清朝的丝绸、茶叶、瓷器被远销海外，给清政府
赚来了巨额的白银。孔飞力认为，恰恰是因为人口经济的双重发展，才制造了季兆美这些教魂案的受害人。被当成教魂犯人的，不是游方僧就是无业乞丐，几乎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民。这就说明乾隆年间的经济腾飞惠不及民，根本落不到普通人的头上，反而因为流入中国的白银太多，催生了物价，加快了通货膨胀，进而让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人沦为了乞丐和游方僧。而中国的熟人社会又让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空前团结，害怕那些外来户过来抢走自己的饭碗。于是呢，老百姓就将这些外来人口当成了教魂的妖人。所以孔飞力将乾隆盛世称之为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在季兆美案件发生之前，教魂仅仅是做法杀人带来的恐慌，顶多呢算是扰乱社会治安。但是不久后的萧山事件中却多了个剪辫子的环节，正是这个细节为此后留下了隐患，埋下了伏笔。这教魂案呢，从南方传到北方，从浙江一路落户到了山东。这年的7月啊，乾隆皇帝收到一份来自大学士傅恒、尹继善、刘统勋的奏书，内容是关于江浙地区因修桥引发的教魂案已经流传至山东的这么一份调查报告。在这份奏书中，傅恒等人认为，所谓的偷割发辫的教魂妖术不过是市井土匪捏造的偷窃伎俩，只是因为传言太过邪性，才蛊惑煽动了部分老百姓。有意思的是啊，就在乾隆收到这份报告的前一天，山东巡抚傅尼汉也给乾隆传来了一份密折，说的正是山东地区妖术案的内容。从傅尼汉的这个动作就可以看出，当时乾隆帝与官僚之间的博弈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这个傅尼汉之所以提前一天上报此事，说明他已经知道皇帝的耳目觉察到了教魂案。为了撇开自己失察的责任，赶紧压线表个忠心。或许连傅尼汉自己都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份私心，不仅日后让不少同僚丢了官，还让民间谣传的这个妖术案演变成了一场借清剿妖党发动的政治风波，甚至连他自己也没能幸免。事情的发端还要从1个月前说起。且说6月中旬，傅尼汉听说山东省济南府发生了一起剪下来发辫就能让人昏迷的奇事，于是呢，他下令在山东境内秘密调查，火速缉凶。几天以后呢，官府果然抓到了蔡姓、靳姓2名乞丐。姓蔡的名叫蔡廷章，来自四川。老蔡呢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原本在北京的西四牌楼卖字为生，因为生意不好，在北京生活困难，就带着家当打算到南方发展。4月初走到扬州，偶然间呢遇到了一个叫通元的老朋友。通元是个和尚，这时候呢也刚好在南方游历。他乡遇故知，这个通元呢很是高兴。闲聊之余，这个通元呢就向老蔡介绍自己身边的3位朋友，说你看，这是我在浙江仁和县认识的几位高人，他们全都身怀绝技，精通法术，小手一挥，药面一撒，着了道的立马昏迷不醒。小剪刀咔嚓咔嚓一剪，对方的辫子就到了手，有了这个辫子，再念诵咒语就可以摄取对方的魂魄。到那时呢，是想图财还是害命，基本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说到兴奋之处，这个通元还告诉老蔡，你看那脸朝那边那和尚没有？那是无缘和尚，他在浙江一带已经是网络了16个伙伴，全都靠这个为生，规模几乎遍布南方各省。我一直觉得这个人之所以做坏事，一定是2个层面有所缺失，要么是精神的，要么就是物质的。这个邪念一生出来，就会刚好对缺失有所补偿。这个故事里边的老蔡就是这样，人间有正道他不走，偏偏要对通元和尚所说的法术入了迷，从此呢就跟着通元一路边走边学。打扬州又走到了山东邹县。蔡廷章呢觉得自己支棱了，开始到街面上独立作业。可惜的是呢，由于业务不够熟练，第一次就犯了事儿。小手一挥，药面一撒，对方人没事儿，
小手再一挥，这药面还没撒，脸上就挨了一老拳，紧接着呢就被当地人追着打，最后就被送进了官府收押。老蔡喜提枷锁一套，按下不表。咱们再来说说另一位姓靳的乞丐。老靳要比老蔡性质要更加恶劣。这家伙呢，原本是山东济南章丘人，本名叫靳冠子。据金冠子自己讲，教他法术的是一个名叫张四如的算命先生。一样的配方，一样的手法，用药面把人迷倒，然后割取发辫，再配合指人指马，施法获取他人钱财。不同的是呢，这会儿缺德带冒烟的专找小孩下手。金冠子学会这套神技以后，表面上以行乞为业，人说这个兔子不动窝边草，他连兔子都不如，自己是章丘人，还偏偏在章丘作案。在成功诱拐了一名少年，再一次想要下手作案的时候呢，被当地的差役逮个正着，抓进了大牢。这个老蔡和老靳进去了。说山东巡抚傅尼汉跟着这俩人啊，又顺藤摸瓜，综合了一些线索以后，老傅隐隐约约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叫魂案的全貌。同时呢，他派人到江浙、安徽、江西一带上下打听，又了解到江南各省的类似案件。这一比较不要紧，傅尼汉啊，认定这些妖术案件远不止盗取钱财那样简单，背后一定涉及什么妖党打着割人发辫的旗号，行颠覆国家之举。看着这一桩桩一件件这个叫魂案，傅尼汉心中啊充满了底气，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上奏折一封，就上报给了乾隆皇帝。一场叫魂妖术引发的大恐慌即将彻底爆发。相比于孔飞利这位西方学者的论调啊，不少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对叫魂案有更加本土化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把叫魂案的这个历史记载放到它本来制度的环境下去分析，不掺杂现代语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呢，促使叫魂案频发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清朝不健全的司法系统所导致的。而叫魂案接下来的后续发展也恰恰就体现了这一点。既然要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叫魂案，那我们就不得不先来了解一下清朝的行政体系。维稳啊是清朝统治的头等大事，但是清朝的司法系统呢弊端重重，根本就做不到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往往是屈打成招，动用酷刑。这样的司法环境是不可能做到长期维稳的。那么这也正是清朝司法的特点，也是帝王们头疼根源，更是叫魂案被扩散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代的司法共有2套系统，其中一套是地方司法系统，由督府、州县官、幕友以及胥吏组成。这群人里呢，除了刑名师爷是上过司法培训班的专业人才，余下众人对法律几乎全都只是一知半解。尤其是胥吏中的这个吏啊，最是恶名昭彰，甚至一度被称作衙督，就是衙门里的蛀虫。他们如果以存在方式划分，通常呢有正义、帮义、白义。什么是正义呢？按照今天来理解，就是一群有着正式编制的公务人员，他们经由地方上报中央，登记在册，通常呢工资极低，甚至没有工资。那没有工资那也得生活呀，怎么办呢？就只能通过层层盘剥、压榨，各种事务呢全部向下明码标价。不同的工种有不同的规则，而且这些人对于这个官僚集团是极为重要的存在，几乎所有的捞钱的潜规则全部要靠这些人去维持和运作，这是正义。那什么是帮义呢？顾名思义，他们呢是来帮忙的。帮义是在中央没有登记在册，只在地方进行登记的一个群体，这个身份地位略低一点，但是呢，往往地方和官府中的关系盘根错节，有机会拿到正式的编制。那么最下边的就是白义，既没有官方认可，也没有地方上的登记信息，地位最低，同时数量也最为庞大，并且往往啊是由这些白义直接接触百姓。也正因为没有编制，这些人的行为呢也更加肆无忌惮。咱们之前讲过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说到这个普通老百姓根本打不起官司，其中一大根源就在于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你莫进来。除了这句耳熟能详的，还有2句
同样特别生动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一句呢叫做一人到官，全家不安；一句叫做堂上一点珠，民间千滴血。有清一朝，冤假错案频繁发生，很大程度上就与这些基层工作的虚力有关。清朝的官员们呢，大多也是非专业人士，全靠上岗以后边学边干。也基于这个原因，他们的日常工作离不开那些常年在衙门当差的虚力。这些官员们定期都会有绩效考核，因此呢，他们不敢也不允许自己的下辖发生动乱。因此教活案发生的头2个月，不管是死了人还是冤了案，各省各县的官员们竟然完美的达成了默契，没有一个人主动向乾隆汇报情况。除了不想给老板留下执政不利的这个坏印象，清朝的地方官员手中还有一张和稀泥的金卡，那就是清朝行政体系中重刑事轻民事的传统。意思就是但凡遇见民事纠纷，地方官只要酌情调和，打板子西送，就可以轻松交差。显然这个教活案持续的2个月里，地方官员们都捏着这张金卡，谁都没有把教活案上升到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伦理纲常、国家统治这样的层面。直到山东巡抚傅尼汉密折的出现，这层窗户纸才渐渐被捅开。乾隆最开始对傅尼汉的惊悚言论并没有放在心上，只嘱咐地方府衙要好好管理，调查归调查，不要伤及无辜，尤其是普通百姓，因为毕竟还要维稳。可是很快呢，乾隆开始转变态度，不顾维稳大局，开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剿教活妖党。那位说了，这乾隆的情绪就这么不稳定吗？怎么能说翻脸就翻脸呢？这事儿主要是随着各地调查的开展，有几个关键词正好踩中了乾隆的雷区。这几个关键词呢，就是江南、官僚集团、在江南做官的满人，以及教活案的剪辫子。这里最好理解的呢，就是剪辫子。这个辫子是满清统治的重要政治符号，剪辫子的动作就等同于反朝廷。至于前3个关键词，对于乾隆而言，可是比这个老百姓剪辫子还要严重，完全涉及国家统治机关的内部，以及清朝皇帝对江南这块地方的爱恨交加。早在1000多年前的隋朝名将杨素就曾做过一首出塞，这个诗里边有这样一句，说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在北伐的时候就将这句引用到了《豫中原习》当中，并将这个诗句改成了胡无百年之运，意思就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就没有能超过100年的国运。最典型的就是元朝，而清朝呢，到了乾隆统治时期也刚好到了这个100年大限。所以为了打破这个魔咒，清朝皇帝呢只好在统治方面另辟蹊径，对于掌握舆论话语权的汉人士大夫知识分子进行严格的管控，不允许他们随意讲学结社发表言论，甚至强力干预他们的财富扩张，从而达到恐吓这部分社会精英的目的。那么乾隆皇帝搞的那些文字狱整治的主要呢，也就是这些乡绅士大夫。至于中下层普通老百姓，清朝的统治者一致尝试用轻徭薄赋、司法公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君主的所谓的仁政。然而这个矛盾也就刚好产生在这里。一方面是因为江南是士大夫群体最为集中的地区，一方面呢是因为江南的经济在当时最为发达，是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说呢，就是这地方的人既有文化又有钱。往前倒个180年，这儿的这个反清呼声还最高。你说如果你是皇帝，你咋整？除了这些以外，江南的官员们同样让乾隆感到不满。满汉交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北方而来的这个满人正在被逐渐汉化，甚至有些八旗精英连本家的满文都已经开始看不全了，更不用说满人引以为傲的骑射功夫已经退化到被其他少数民族嘲笑的程度。反倒是汉人官员那些腐败堕落的作风在满人中间开始落地生根。就在教活案发生以前，乾隆就处理过这样一起案件，
说是一个出身显赫的八旗子弟，竟然与兵部的书吏勾搭成奸，私下把地方的官位当商品一样去贩卖。当时乾隆帝就极为厌恶的评说满洲淳朴素风、共知自爱的品德都被这些高官厚禄给消磨没了。后来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刘墉到江南担任学政的时候，又报告说江南的富商乡绅的影响力已经远超中央政府，很多江南生员就算寻衅滋事，官府因为不敢得罪这些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官吏们呢，既怕刁民，又怕生奸，更畏惧蓄力。有了这些基础以后，再加上一个叠包袱的人的出现，就让这个乾隆皇帝迅速转变态度。这个人谁呢？就是当时的两江总督高进。高进在咱们这个故事里边，他不是赌神，他是汉族旗人，乾隆惠贤皇贵妃的堂兄弟。两江总督主要管着江苏、安徽、江西正二品的朝廷大员。乾隆帝下令开始调查这个教魂案以后各省的巡抚官员都非常会窥伺上意，把彻查教魂案当成了暗中较劲的 KPI， 每天都有新的调查情况送到皇帝的预案。唯独案件发源地之一的江苏省却迟迟没有消息。于是乾隆皇帝就把高进叫来亲自询问情况。但是高进呢，却告诉乾隆说，先前的确听说这个浙江有这样的传言，但是他们江苏本地没有发生过教魂事件，有些造谣的人也都被抓捕处理完了。听了高进的回答，乾隆皇帝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江苏岂能独无其事，化有为无之术，确实可恶。从浙江到山东都已经陆续发生案情，夹在中间的江苏怎么就可能没有呢？你的敷衍着实可恶。除了一个高进，浙江巡抚永德也来给乾隆添堵。他呢，先是把锅甩给前任巡抚，随后又写了一封保证书，说今年早春的时节浙江的确有教魂的谣言，但那都是老百姓之间的以讹传讹。他已经派出全省的密探调查此事，相信很快就会有回信了。案情毫无进展，反倒反反复复说了一堆漂亮的空话。乾隆皇帝呢更加愤怒，气得直接朱笔回复：不义汝竟如此无用。接连几件事情加在一起，乾隆帝彻底破了大防，直接将案情调查上升到颠覆国家的政治活动，要求全国官员全力追查教魂背后的始作俑者。高进和永德无意间敲打到了乾隆皇帝的七寸。这个教魂的妖术威胁继续北上到了直隶。与此同时呢，民间自发了一种对抗妖术的方式，一旦辫子被剪掉以后，就自行将剩余的头发全部剪去。老百姓们认为这样对方就没法再用发辫教魂。可是作为政治符号，这种方法对于满洲统治阶层无疑再次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由此乾隆皇帝更加确信这个教魂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想要颠覆统治的大阴谋。然而皇帝的愤怒并没有让各省的官员们意识到错误，反而一致将上层的压力转移到了百姓身上。最先跳出来搞事情的就是这个各州县的差役们。为了妥善交差，他们开始大肆搜捕乞丐、和尚、道士，不是利用栽赃的这个手段把他们抓进大牢，就是威逼利诱迫使这些人供认罪状，以至于教魂案越查越多，可是却又始终没法查到根上，搞得乾隆帝对江南官僚的猜忌也就越来越深，连奏折里边都斥责江苏、浙江，说汝二省殊堪痛恨。乾隆与各省官员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也就达到了临界点。可是即便是这样，还是有官员在顺杆爬。这个勇士呢，就是河南巡抚阿斯哈，这是乾隆一朝出身上三旗三起三落的一位奇人。起初这位老兄也声称在自己地盘上没发生案件，被乾隆回信怒怼说：京师此风未息，而热河亦有之，岂汝省独无耶？足见汝不实力严急，大不适宜。从江南到山东，
现在连北京热河这边都已经有叫魂的了，怎么偏偏河南就能独善其身呢？可见你是多么不严肃对待朝廷旨意，这可太不应该了。后来这个阿斯哈呢，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有嫌疑的和尚，不问青红皂白，就严加审讯，大刑伺候，一个不小心把个好端端的人弄得半死不活。由于担心对方死在牢里自己担责，阿斯哈呢索性就把和尚拉到闹市给就地正法了。乾隆得知他做事如此的粗鄙，大骂阿斯哈说更不成事也。偏偏阿斯哈呢不肯承认自己的无能，辩解说妖人之所以难抓，是因为那些人啊都会隐身的邪术。乾隆怒批无用废物，阿斯哈就答臣至于。乾隆只好说竟是至于。皇上啊，我实在是无能。你当真是无能。这个叫魂案发展到后来，一边是乾隆想凭借叫魂案整治官场，一边呢是官员们把恐慌搞得越来越大，双方就在这种神仙打架的过程中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事件的严重性越高，底层老百姓的命运就越惨。直到9月初，乾隆帝终于将这起事件定性为谋反，说男子流变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这些不轨之徒啊，几乎全都来自南方，其人非系奸僧即读书失志之徒。这些人的罪恶可比割辫子的匪徒要严重的多。最后呢，除了江浙地区，连湖广两地也未能幸免，全都被乾隆点了名字。就在君臣之间闹得难以收场的时候，军机处那边传来了好消息。经过多方的比对印证，负责彻查此案的刘统勋、傅恒终于解开了叫魂案背后的谜团。刘统勋啊，是清朝的名臣，素以清廉正直、不结朋党闻名。傅恒呢，则是乾隆帝的小舅子，能力家世都出类拔萃。他有个儿子，就是那位被传说是乾隆私生子的傅康安。刘统勋、傅恒这俩人啊，称得上是乾隆皇帝的左膀右臂，所以乾隆呢才把这个案子放到他们手上。两个人也不负皇恩，调查起来很卖力气。不过呢，他们查着查着就发现了问题，只要是被送到北京的犯人，肯定就会翻供。大多数犯人之前呢都经历过屈打成招。就拿这个山东巡抚傅尼汉上报的蔡廷章一案来说，这个蔡廷章原本是在北京西郊卖字为生，因为北京房价太高，活不下去了，就打算到山东讨生活。到了山东呢，就被一个姓孔的县令给抓了。老蔡就告诉这孔县令说，他自己是打北京来的。可是这孔县令不信，非说他是从江南来的。大刑之下，老蔡只好承认自己是从扬州而来。每提审一次，老蔡的这个供词也就编排得更加详细。至于同时被抓的晋冠子，那个案情就更加复杂。由于高进啊受到乾隆的吉凶压力，江南官员们呢使尽浑身解数，终于抓到了一个名叫张四的卖唱的乞丐，将他当作晋冠子案中的算命先生张四如交到了北京军机处。当时刘统勋见到这名乞丐的时候啊，这个乞丐已经是病得十分厉害，不仅浑身黄肿，身患痢疾，双腿也已经被废了。那么从这个张四的口中，刘统勋得知他本是直隶人，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叫魂的张四如。至于晋冠子呢，这个遭遇比张四还冤。原本晋冠子啊是陪同他的族弟晋玉子去南方找爸爸，哥俩走到半路上花光了盘缠，只能是一边走一边乞讨为生。走着走着呢，倒霉催的被一个县衙的小吏诬陷，说剪了他儿子的辫子。送到县衙，县老爷也不分反正，上来就给这个晋冠子上了夹棍，逼迫他承认自己是以药迷人的叫魂罪犯。晋冠子受不住大刑，只好承认，他说自己呢把这个作案的刀具和迷药丢到了村外的山坡上。衙役们啊由此就开始奉命寻找证据，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个作案的小刀。有一个捕头为了交差，就私自买了一把刻有标记的小刀，让哥俩当中的晋玉子来指认。审来审去，审到后来，这个县官啊
竟然自己也编起了故事，非让这个晋冠子承认自己拐诱了晋玉子。晋玉子呢不想随便的指认兄弟，坚决不认。衙役们就把这个夹棍抬上来，扬言要夹断晋玉子的双腿。就在这个当口呢，被三提五审的晋冠子扛不住酷刑，这才编出了算命先生、张四如等等一系列故事。这个事情真相大白以后，刘统勋找来晋玉子的父母兄弟来北京作证。晋玉子的父母竟然一口咬定不认识晋冠子。经过反复提审询问，刘统勋等人才弄明白，原来这个晋玉子父母临行前，济南府的一个捕头曾经威胁他们，如果到了北京给晋冠子作证，回到济南就要打死他们。就这样一起由虚吏泄愤捏造的冤案，经过层层包装，就被润色成了震惊全国的教魂大案。教魂案真相大白，前前后后的妖术纯属是子虚乌有，不过是地方官员虚吏违法乱纪的产物。刘统勋和傅恒呢，不能让这个事情发展下去，于是呢，军机处的官员们巧妙地利用了每年10月的秋审勾决，在承德随侍的5天时间里，将这个案件就原原本本地把真相上报给了乾隆。不久以后呢，轰轰烈烈的教魂清剿行动从此就被宣布终止。不过对于官员们的惩处，乾隆没有免除。为了惩戒玩忽职守的官员，两江总督高进、苏州巡抚张宝、浙江巡抚熊学鹏等等高官，连同他们下辖所属州县的有关官员，被逐个革职查办。误报教魂案的山东巡抚傅尼汉是个例外，仅仅被吏部贬去了山西当布政使。咱们的故事讲到这里啊，一定会有人好奇，说这个教魂案难道只是空穴来风吗？还真不是。还记得当初那个吴石匠举报沈农夫那案子吗？源头就在吴石匠修桥的那个德清县。这个德清县当时有2座寺庙，一座叫慈相寺，一座叫观音殿。慈相寺香火冷落，观音殿就是香火鼎盛。出于对同行之间的嫉妒，慈相寺的和尚们就在县里散播谣言，谎称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做法，谁去那里谁倒霉。就这样一句拙劣的谣言引发的蝴蝶效应，造就了史书上几十页的教魂奇案。这真是守法的天天忧闷，强梁们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牵骡，正直公正，受冻挨饿，修桥补路，反瞎了眼，杀人放火，儿孙好多，贪官污吏，信口胡说，谁管那个穷人是死是活。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公南，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